大家好，我是阿曼达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往年的中秋，我做过好几种不同口味的月饼了。今年做一个最近很受欢迎，很多人希望我做的奶黄流心月饼。做月饼是个细致活，下面咱们一步一步来分解。首先需要咸蛋黄，我喜欢自己买生咸蛋刻出来，蛋黄洗净之后上锅蒸熟。接着我们来准备流心馅儿，在碗中放入奶粉、细砂糖，还有鲜奶油，稍微搅拌一下，放入一片芝士。 就普通那种市售芝士片就好了。现在咸蛋黄蒸熟了，我一共蒸了5个咸蛋黄。流心馅里头需要用3个。用勺子把咸蛋黄仔细的碾碎，拌入刚才的奶油芝士中，拿去微波炉转大概45秒，让它加热融化，形成这样很均匀的质地。如果你担心不够细腻的话，可以过下筛。 现在流心馅我们需要先拿到冰箱去冷冻，接着来做奶黄馅。先把鸡蛋刻出来打散，把低筋面粉过筛加进去，搅拌均匀，拌成这样的面糊。然后刚才剩下的2个咸蛋黄也是碾碎，在一个小锅中倒入奶油和黄油。 小火加热，至奶油刚刚煮沸。一边搅拌一边将热的奶油倒入刚才的鸡蛋面糊中，放入一片芝士、细砂糖、奶粉，稍微搅一搅。这时候面糊会有一点温热，所以芝士会融化。再把刚才的咸蛋黄也加进去，搅匀。然后如果你有香草精的话，可以滴个几滴，调一下味道。 现在碗中这个面糊是有点疙疙瘩瘩的，不要紧。我们把它倒到一个平底锅里头，小火加热，然后边加热呢边迅速的去搅拌它，不停的翻炒。注意一定要选用加热很均匀的锅，并且途中一直要不停的翻炒。这一步胳膊会很酸，坚持一下。炒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奶黄浆越来越浓稠，最后变成这样一整团像面团一样。用锅铲去碾它的时候，会发现它已经非常干了，就转移出来放到碗中。 盖上保鲜膜，保鲜膜要贴着这个奶黄馅的表面哦。这一碗拿去冷藏。下面我们来做饼皮了。首先是黄油，之前已经室温软化过了，用一个小蛋抽给它打发一下，打均匀就好。接着倒入蜂蜜，还有炼乳，搅拌均匀。然后将玉米淀粉和低筋面粉一起过筛，用刮刀把这些混合成一个面团。 现在这个面团是湿湿黏黏的，我们要把它转移到一张保鲜膜上，包起来，稍微醒一会儿。现在之前冷冻的流心馅已经变成这样有点硬的状态了，我把它转移到了一个小的保鲜袋中，把它的形状修整成一个方方正正的样子，这样方便一会儿好分割。继续拿去冷冻。然后之前冷藏的奶黄馅应该也已经完全的凉透了，这时候我们来把它分成小份，最好拿秤称一下哦。 每一份大概28克，因为做月饼对重量的要求会比较精确。我给出的原料一共可以分大概15份，然后每一份都搓成小球，继续去冷藏。现在之前的流心馅已经冻到基本上都硬了，把它从袋子里转移出来，然后拿刀切一下，趁它还没融化的时候动作迅速哦，切成15等份，就是横着切3刀，纵着切5刀这样。现在流心馅差不多每一份是8克的样子。 切好后，再迅速的拿去继续冷冻，要保持它很硬的状态。等到它都完全冻硬了之后，我们就来把流心馅包到奶黄馅里头，取一份刚才搓圆的奶黄馅，按扁之后捏成一个小窝，包入一份流心馅，用虎口把它收口，然后再搓圆。所有的流心馅都包入了奶黄馅之后，你要把准备好的馅料拿去冷冻，等到它冻硬。 下面开始来分外皮，刚才做好的面团现在已经醒好了，把它分成15克一份的小份，最好也是拿秤称出准确的重量。分好的面团每一份搓成小球，盖上保鲜膜，再稍等一下，等到内馅完全冻到硬了，就可以来包月饼了。取一份面团，在掌心按扁，按出一个小窝来，包入一份冻硬的内馅，用一个手的大拇指顶住馅，另一个手的虎口往上撸面皮。 慢慢的把面皮包拢起来，最后仔细的封口。面皮很薄，但是它有一定的延展性，是像橡皮泥那种质地，所以你可以慢慢的用手指去推，一定要保证包完后没有任何的缝隙，并且要检查一下，看看哪里有不均匀的。
然后拿出这个外形非常做作、扎着蝴蝶结、颜色还很粉嫩的月饼模具。这模具的使用是这样子的：你先找一个花片，把它有花的那面朝下放进模具中，找到它上面2个凸起和手柄上的2个凹槽对应，卡住之后转一下，固定住这个花片。包好的月饼在一点面粉中稍微滚一下，然后用手轻轻地搓一下，把它搓成一个略长的椭圆形。把包好的月饼这样竖着放进去，在一张烘焙纸上均匀而用力地往下按压，然后拿起模具，这个月饼就形成了。按好的月饼现在是一个半软不软的状态，我们要把它再放回冰箱去冷冻，到它完全变硬了再烤。冻得差不多的时候来预热烤箱，差不多220到230度之间。因为冷冻过后的这个月饼它会有一点干燥，可以在表面喷少量的水，拿到烤箱去烤。月饼在烤箱里烤差不多3-4分钟，趁这个时候呢，赶紧准备一点蛋黄液，就是1颗蛋黄加1大勺水混均匀，到它表面基本定型就可以拿出来了。把这个蛋黄液仔细地刷在它的表面，最好用这种毛刷而不是硅胶刷。蘸一点蛋黄液之后，一定要把刷子的边缘刮一下，要非常薄而均匀地刷在月饼的表面。再放回烤箱，继续烤差不多8分钟就可以出炉了。因为月饼的内馅都是熟的，我们只需要把外皮烤熟就好了。刚烤好的月饼表皮很干燥，并且有一点颜色不均匀，是很正常的。你要放1天，到第2天等它回油了之后，它的表皮会变软，这时候吃起来口感也会比较滋润。切开之后，里头是奶香浓郁的奶黄馅儿和流沙的咸蛋黄馅儿。想要流沙效果明显，可以吃之前转个20秒。因为加入了很多咸蛋黄，这个流心奶黄月饼吃起来是不会腻的，因为它的外皮奶黄馅和流心馅吃起来口感都不同，非常丰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流心奶黄月饼就做好了，过程也没有特别复杂，对吧？希望大家都能够成功的做出自己的月饼。然后呢，喜欢我的节目或者喜欢我本人，不要忘记点赞、订阅、关注、评论、转发、投硬币、投香蕉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